目前这个机器呢，我也已经测试很远了啊，这一眼望不到尽头，已经开这么远了。现在这台机器呢已经比较稳定了，是因为我在上面加点东西，稍微改了一下。之前也是看到有小朋友说你的这个机器有问题，当然你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啊，这个问题确实比较严重。不过提问题最好把原因说清楚啊，不要说完你这个作品有问题，然后就没有下文了，不然就会搞得别人很莫名其妙。后来我也是看到原视频作者啊，就是之前那个盾格机啊，他过来评论了，他说这个 TNT 在复制的过程当中还是有非常小的概率它会往左边偏，往左边偏就会导致什么问题呢？我以前是这样做的，往左边偏它就会被这个活塞给卡住掉下去了，甚至有的时候直接炸了，在上面炸了，我也不知道它怎么会停在上面炸，这下面明明是有空隙让它掉下去的。现在我给它加了活塞，把它挡一下，在这个地方挡一下。好，这个红石块还有这个粘液块都是我后来加的，我们只用在这里放一个粘液块，这里再放一个红石块，让它伸出这个活塞。这个活塞伸出来之后啊，这里只要复制出 TNT， 就会把这一部分推到前面来，就推到这里来，所以这里就没有缝隙让它继续往右边偏了，所以它就不能往右边偏，最终就只能停在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这样控制它的角度。好，那么这个活塞它伸出来了，怎么将它往前面拉呢？我们只用在这个地方再加一个朝后拉的粘性活塞，再在这里放一个侦测器，就可以把它拉走了。现在开了很远，就不会再出什么事故了。我昨天也是在服务器里面去用了一下这玩意，亲测在 1.12 版本是可以用的，只不过按照我昨天做的那种方法，就是会炸啊，比较危险。目前现在这个状况就很稳定了。好，我们再回到昨天这个场地，我们来看一下具体这个原因啊。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，昨天我们是怎么摆的呢？昨天我们是这样摆的，最后在这个地方把它弹射出去，对吧？这个地方弹射出去，然后它的这个斜向方向有一个活塞，就这样子的。我们来复制一下 TNT 啊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那 TNT 往右边偏的可能性还是有点大的，并不是像原作者说的那样。我看了一下他的评论，他说是1/1000，这不是1/1000啊，这可能性还是有点大的。我们只要稍微复制几次，你就可以看到有 TNT 卡在这里掉下去了。我们只要多复制一下啊，大家稍微等待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还有就是这个 tick rate， 这个我之前调的是100，把它调慢一点，调到20啊，正常的速度。妈的！好，看到没？有一个掉下去了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我刚刚也是测试了好长时间。那么顺理成章呢，3连发的盾格机我已经把它给做出来了。先把这个 TPS 调回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连发是个什么效果。好，目前我也已经测试了很远了，跟旁边的那个2连发的盾格机一样，也是已经开到这里来了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连发我们是怎么改的呢？其实就是在2连发的基础之上，怎么样做到第3发？这个第3发的解决方案就在这里。本来以前我们是这样实现2连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通过推一下侦测器链，像这样的侦测器链，我们推一下它，这能够推2次。第3发我们怎么搞呢？第3发我们在这里再放一个侦测器，把一个侦测器啊，无论什么方向，它任意方向，只要别脸贴脸，你别推过去是个脸贴脸的就行了。你只要把它推过来，
那么它也可以让它呀再发出一次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就会让它再发出2次脉冲啊，一个2次脉冲，它就可以再发一个2次脉冲。好，第3发这个侦测器在这里，我不能打它，我现在打到这个上面就出问题了。我们先把这个更新它的活塞把它给打掉，然后再看一下，以前我们是通过这2个侦测器链来给它发出2次脉冲，给上面的活塞发出2次脉冲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们给它推一个侦测器，这个侦测器朝向呢，我刚刚朝哪个方向？朝这个方向，朝这个方向。其他方向可以，但是其他方向你放上去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会不会对旁边的活塞有所影响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3次发 TNT 的时候，这个时间点在哪里？我把这个时间点卡在了这个地方，就是通过最后面的史莱姆飞行器，这里其实是一个计时器，在计时器准备回程的时候，然后通过一个脸朝上的侦测器来侦测最下面的活塞。好，我们先把这边的史莱姆飞行器，就最后面的计时器把它做一下。史莱姆飞行器这个也是说了很多次了，比较简单。好，我们做跟这边一个样子的，我们做跟这边一个样子的，一个头朝这里，一个头朝这边，这就是一个史莱姆飞行器，然后上面再挂载一个传递信号的，这个是用来传递信号，然后隔3格，后面是一个返程的。好，返程的我也就快速的把它做一遍。这边一个侦测器，活塞，粘块，推一个普通方块，然后下面再挂一个活塞，就这样子的。我们下面这里是还挂载了一个活塞啊，这个活塞是往前面推的，是把信号往前面传。这里再给它挂一个侦测器，好，在这里啊，好，这样才能够保证它每动一格，这个活塞它就会推一次。然后侦测器呢，下面的侦测器放在第3格，也是它贴着这个返程站的位置。只要这里的飞行器贴到这里来了，下面的活塞它就会到这里来。然后下面这里是一个，这个结构也是我自己试出来的。你毕竟你做这些新的东西，你得自己去多去尝试一下。其实这种结构就很像我们以前做3项的那个返程的那种东西。好，我们再把这边挂载一个活塞，因为这个活塞是要继续往后面推的，要传递信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活塞啊，我们最后要观察这个活塞它能不能起作用。这个地方呢，会把它拉回来，然后这边的普通活塞再往前面推，起到这一个作用。好，我们来让它动起来。好，先拿黑曜石啊，我有点没看清楚。我们这一次打掉它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往前面挪了一格，并且还伸出了它的爪子。那么这后面呢也不会出什么问题，但是呢它形状会变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一次它的粘块在靠后方，打掉之后，好，它跑到这里来了，但是它跑到这里来并没有什么影响。我们再看下一轮，它又跑回去了，它就这样左右来回的跑。有的时候这个活塞如果推早了，会导致第3个 TNT 最后炸的时候出现一些分离角，所以这下面的延迟也要把它控制好。这里也是弄了有很多的延迟，有很多。然后最后这一个活塞呢是靠上面的 BUD， 上面有一个红石块对它 BUD 充能。然后还是有很多小朋友问，别人不是已经做出来现成的有非常简单的方案吗？我就想问，你有自己动手过吗？我就不是那种喜欢专门去照着别人做的那种，除非是这个东西你完全不会，完全无从下手，你再去看一下，参考一下别人的，把别人东西搬过来，那都可以的。但是你能够自己做的，你当然自己先尝试一下，这样比较好。然后关于这个机器的复杂程度呢，我只想说，
我们平凡的人就用平凡的机器，就不要追求那么太苛刻的要求。我不想做什么大佬，因为总有比你更加大佬的人会过来给你上一课的。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参数吧，就是它的爆炸的高度，大概是从这一格吧，我们开始量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，大概31，反正是一个比较愉快的高度，能够炸这么高，绝对再不会有什么问题了。想做地吞随便做。如果大家想要存档的话，我会把存档放在视频简介，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。这一次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，不会再出现什么炸膛什么的。昨天目测也是亲身实验了一下啊，也是很惨的。所以昨天那个视频大家只用看一下我的思路就行了，就不用照着做了。其实改的话也是特别简单，就往上面加几个方块以及活塞就改好了，很快的。好的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